不按照你师尊的方法破阵，你不是急着去救紫菱那丫头吗？这个时候不是稳妥的方法更保险吗？淡淡问道。可是我刚才领悟到的信息，并非只是通过2个考验就能进入卧龙武宗，而是需要通过全部考验。其实就连接受考验的顺序都要有所抉择。楚风说道。这么复杂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可要小心了。若是破阵不成，可是无法救出你的紫菱了。淡淡嘴上虽然这样说，可是他的语气却很柔和，并没有丝毫责怪楚风的意思。认识楚风这么久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楚风，也没有人比他更相信楚风。既然楚风决定这样做，无论对错，他都会陪着楚风走到底。结，居然是挑战全阵！年轻人，你很有勇气，但你既有如此勇气，就要面临不同的待遇。就在此时，大阵内神秘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前辈，是怎样的待遇？”楚风问道。全阵皆破，可得卧龙魂甲，可若有一阵败，便将命丧此处。神秘的声音说道。若是失败，全要死。听闻此话，淡淡也是眉头微皱。前辈，之前不是说失败只是无法再踏入此处，怎么现在就变得这么严重了？楚风问道。单纯的选择一种考核，失败后的确不会死，只是会抹除记忆后永远无法踏入此地。但你的选择不同，这失败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同。小子，这是你选择的路，现在已是没有后悔可言，接受考验吧。神秘人的声音再度响起。紧接着，楚风周遭一阵变化，楚风落入一片森林之中。楚风的旁边躺着一个长得有些特殊的女人。这个女人虽是人族外貌，但却有着一些差别，皮肤为紫色，眼睛为绿色。至于楚风，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也发生了变化。四世同族，淡淡、雨莎，你们可还安好？楚风呼唤道。其实楚风能够感受到界灵空间内的情况，之所以这样问，乃是更加保险的确定一下。没事，我们都没事。楚风，所以考验是开始了吗？淡淡问道。开始了，按照我的选择，这轮考验应该是善心的考验。楚风说道。这还不简单？所谓善心，就是做好事嘛，反正见人有难就帮就可以了。楚风，快看那个女的，好像中毒了，你快救救她！淡淡提醒道。而倒在楚风身旁的女子的确身中剧毒，并且已是奄奄一息。楚风释放出结界之力，开始为女子诊断伤势。可是释放出结界之力那一刻，楚风却是眉头微微皱起。居然这么晚！楚风有些无奈。楚风，怎么了？淡淡问道。这女人身上的毒不是寻常的毒，是特定的毒，我的任何方法都无法救她，但是却有一样东西可以救她。楚风说道。什么办法？淡淡问道。用我的肉。楚风说道。你的肉？啥意思啊？难道你的肉是他的解药？他需要吃掉你的身上的肉才能好？淡淡很是诧异的问道。是的，楚风说道。这什么鬼考验？这哪是考验善心，这不是折磨人吗？淡淡很是气愤。不过楚风，为了你的紫菱，你就忍忍吧。但是很快，淡淡还是劝起了楚风，而楚风也不犹豫，手指探出，在结界之力的加持下，立刻化作一把小刀。只是当那结界小刀刚刚刺入肌肤，楚风便再度眉头紧皱，脸庞都变得扭曲起来。楚风，怎么了？难道很痛吗？淡淡观察得很是细微，只是听到了楚风的声音，便察觉到了不对劲。而淡淡说对了，如今楚风身上的本领虽然都在，但自己的外貌不仅发生了变化，体质似乎也发生了变化，自己的身体极其敏感，轻微的伤势也是能够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。没事，但楚风怕淡淡担心，并没有如实说，而是咬着牙从自己的身上割下了一小块肉，可能是怕那女子恶心或者害怕，更是用结界阵法进行了伪装，这才放入那女子口中。这肉刚刚入口，女子便精神了起来，随后一口吞服而下。紧接着，她身上的毒气竟然真的开始散去。肉，你的肉能救命！你的肉能救命！我找到了救世主，我找到了我们的救世主！女子毒气消散，变得十分激动，一边欢呼呐喊，一边对楚风磕头作揖。但是楚风却是眼光六路，耳听八方。而一番观察之后，楚风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。要不要玩这么大？楚风很是无奈。他惊愕地发现，丛林的深处有着大片与女子同族的之人，正在快速向楚风的方向赶来。那里面的所有人身上都中了毒，唯一的区别便是中毒死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。但是那人数太多了，足有10万人那么多。这么多的中毒之人，别说楚风的血肉，就算把楚风的骨头都喂给他们，也无法将他们所有人救活呀！我的天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该不会都要你的血肉来救吧？楚风所见，淡淡和雨莎也是可见。淡淡也是发出十分震惊的声音。很快，那些人便全都跑了过来，将楚风团团围住。在那名楚风刚刚救下的女子表示楚风的肉可以解他们的毒之后，那些人便全部跪了下来，苦苦哀求，希望楚风能够救他们一命。这可怎么办？这个考验考的是善心，若是见死不救，必然无法通过考验。淡淡替楚风感到担忧。楚风，细致分配，能否救所有人？雨莎问道。不可能的，这人太多了，就算把楚风的肉分成蚂蚁那么小，也未必救得了所有人。何况解毒也需要一定剂量吧？淡淡说道。楚风不是界灵师吗？能否使得血肉再生？雨莎说道。再生，就算可以再生，可是楚风将承受怎样的痛楚？不对，这样不对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。能不能找到其他解毒的方法？淡淡说道。雨莎只考虑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，可淡淡却并不希望楚风受太多的苦。解决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诸位，我乃天神转世，今日降临于此，赋予你族人之身，就是来救你们的。但事情原委还要你们如实告知，否则我也无能为力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却是以高高在上的口吻对那些族人询问起来。他必须了解眼下的所有情况，才
才能做出最好的抉择。因为在不明情况之下，便无底线的舍弃自己去帮助他人，那不是真正的善，而是愚。经过楚风一番询问后，他也是了解了此处的情况。此的族人之所以会接中此毒，乃是因为森林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毒物，那毒物长达100米，样貌丑陋，并且以毒气攻击这些族人，这才使得他们中毒。不过伴随毒物出现的还有一个石碑，石碑上面写着毒物的降临是对他们的惩罚，但是会有一位救世主降临解救他们。大人，救救我们吧！对楚风讲述过经过之后，那些人继续苦苦哀求。毋庸置疑，楚风已是成为这些族人眼中的救世主。那毒物现在何处？楚风问道。毒物藏在丛林深处，具体在哪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些族人回道。诸位莫急，根据我的猜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们身上的毒若要彻底解决，还需从那毒物身上找到解决办法。我去找到那毒物，待我找到方法，定会来救你们。楚风说道。站住！可谁曾想，楚风此话刚说，便有人拦住了楚风。解毒之法就是你的血肉，你不愿意帮我们就说不愿意帮我们的，何必找这种借口逃脱？拦住楚风的族人指着楚风说道。而他此话落下，竟然有不少人受其响应，将楚风团团围住。我的血肉的确可以解毒，但显然不够分给你们所有人。就算可以分给所有人，那么我死了，可毒物还在，毒物继续攻击你们，可还会有人来为你们解毒？楚风反问道。我不管，上天派你来就是来解救我们的，就算你会死，这也是你的责任。那些拦住楚风去路的族人气势汹汹地说道。那个架势，楚风是走不掉了，就算楚风不主动帮他们，他们也会自己将楚风的血肉割下来吃掉。这群混账真是找死！让我出去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淡淡气得咬牙切齿。女王姑娘，这都是考验，就是考验楚风的善心。楚风你也要忍一忍。可是雨莎则是对楚风劝解起来。至于楚风，他既没有放淡淡出去，也没有听从雨莎的话，反而是一声冷笑后才问道。你们所有人都这样觉得，觉得我的命归你们所有，哪怕非亲非故，也应当舍命相救。我觉得大人说的对，想要解毒，还要从那毒物身上找到根源，否则就算大人今日解救了我们，可我们日后再遇到那毒物，还是难逃一死。况且大人的确不欠我们的，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而舍弃性命，我们更是不该这样要求大人。大家都冷静一下，还是听从大人的指挥。令楚风意外的是，楚风此话说完，竟真的有人赞同楚风的想法。那是一个青年人，他长相一般，可是却是一脸正气。而当他说出这些话后，竟然也有不少人支持他，但同样害怕楚风逃走，对他们置之不管。想要楚风现在就分割血肉来解救他们的人也是不在少数。一时之间，这族内产生了2种声音，这些族人在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，甚至开始相互辱骂攻击。到了最后，想要楚风现在就帮他们解毒的人还是占据了大半，而保持理智的人，支持楚风选择的人则是只有少部分。你们的族人都在这里了吗？楚风对那名率先表示支持楚风的族人问道。大人，我们族人除了已经死去的，基本都在这里了。那名青年族人说道。好。楚风点了点头，随后看向那些不肯让楚风离去的人。你们现在是不肯让我走，是吗？楚风凝声问道。我们可以让你走，但是你必须帮我们解毒。没错，你的到来乃是上天安排，不是我们不讲道理，而是上天交代你的任务就是救我们。你若不救我们，就算我们放过你，上天也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那些人气势汹汹地说道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你们的决定，可不要后悔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开始强行地向外走去。站住！你不救我们，别想离开。其中一人不仅阻拦楚风，更是手持匕首向楚风扑了过来，是要自己割掉楚风身上的肉。然而只见楚风大袖一挥，那人便倒飞而去。落地之际，不仅筋骨断裂，口吐鲜血，更是脖子一歪，直接昏死了过去。这一幕可将那些原本想要阻拦楚风的族人吓坏了。楚风你……但不仅是那些族人吓坏了，就连雨莎也吓坏了。还有不想活的，大可以拦我试试，不用那毒杀你们，我可以现在就解决掉你们。楚风此话说完，强大的威压顿时化作无形的飓风，自其体内横扫而去。威压释放，天地都为之震荡。感受到那威压，所有人都是吓得连连后退。直到此时，他们才意识到，这位所谓的救世主是如此的强大，并非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人。楚风，你要忍一忍，这都是考验。而眼见着楚风动怒，雨莎则是赶忙对楚风提醒道：楚风，你不能对他们出手，你若真的忍不了，你就放本女王出去，本女王替你教训他们，本女王出手便与你无关。淡淡也是对楚风进行提醒，但是他的意思却和雨莎全然不同。淡淡，雨莎，你们放心，我自有抉择。楚风说完此话，便御空而起，向丛林深处飞掠而去。楚风虽然如今变了外貌，可是他的修为以及手段却都尚在。没过多久，楚风就找到了那毒物，并且成功将那毒物击杀后，也找到了可以解救众人的解药。那解药很简单，毒物原本浑身剧毒，可只要他死后，他身上的血肉就会变成解除毒性的解药。楚风解决掉毒物后，便扛着毒物回到了之前的地方。在楚风回去的时候，那些族人可不只是争论，而是在打斗，甚至已经有了一些死伤。而死伤惨重的，自然是人数较少，但却选择支持楚风的那些人，全都给我住手！楚风回来之后，伴随一声怒喝响起，强大的威压也是再度降临。感受到楚风的威压，那些人也是赶忙停手。尤其是当他们看到楚风弱小的身躯居然扛着长达100米的毒物的时候，他们眼中的恐惧更浓。接着，楚风以手为刃，从毒物身上割下一块肉，丢给了那名最先支持楚风的青年。大人，您这是？青年接过毒物身上的肉，但却不知楚风是何意思。吃下方可解毒，楚风说道。听到楚风这样说，
那青年竟二话不说，直接将那毒物的肉吃下，而刚刚吞服下，他身上的毒气便开始消散，就连脸色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，甚至他的状态比中毒之前还要红润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救命！此一时，那些族人再度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。既然毒物的血肉也可以解毒，那他们知道他们都可以获救。毕竟相比于楚风那瘦小的身躯，这毒物可是长达100米的庞然大物，足以喂食他们所有人。随后，楚风大袖一挥，光刃如雨一般在毒物身上流转，紧接着数块整齐分割的肉开始落入那些族人的手中，但是却只有一小部分人拿到了，还有大部分人并没有拿到。而人们能够发现，那些没有拿到肉的，都是先前想要攻击楚风的人。大人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大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们计较。大人，求求你们了，反正那毒物之肉还有那么多，您留着也是没用，就救救我们吧。那些人倒也聪明，意识到楚风是在针对他们，于是开始对楚风磕头认错。现在认错已是晚了，我楚风绝对不会救想杀我的人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你不要意气用事，不要忘记这是考验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雨莎赶忙劝道。楚风，要不然就算了，毕竟通过考验比较重要。就连蛋蛋也是对楚风进行劝了起来，可楚风却是冷笑着摇了摇头，随后掌心猛然用力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楚风手中的毒物便被轰成了粉碎。楚风亲自毁掉了那可以救人的解药。楚风，你这何苦啊？这明明只是考验，你干嘛如此意气用事？见此情形，雨莎忍不住责怪起楚风，但蛋蛋却并没有说什么。他不会责怪楚风，哪怕他觉得楚风有错，可只要楚风选择，他就会坚定地支持楚风。至于楚风，则是依旧表情平静，他的脸上其实没有一丝怒容，他是非常平静地面对那些族人。我楚风可善待亲人，可善待友人，可善待路人，也可善待陌生人，但绝不善待恶人。对大恶之人也怀揣善心，那不是善的发扬，而是对恶的纵容，也是对善良之人的不公。这就是我楚风对善的理解。楚风打量着那些族人，高声说道。而楚风话音刚落，周围的空间便一阵变化，一切恢复之际，楚风已是回到了那座山洞之中。好一句，绝不善待恶人。有趣，你这对善的理解倒是与常人不同，但本尊喜欢。这第一轮考验，就算你过了。那神秘的声音再度响起，通过了。楚风，可真有你的，不愧是本女王看好的人。听闻此话，蛋蛋顿时欣喜若狂，对楚风夸赞不断。楚风，抱歉。可雨莎充满歉意的声音却是随之响起。傻丫头，和我就不用说这种话了，我知道你都是为我着想。楚风笑着回应道。可哪怕楚风并没有责怪他，雨莎也依旧满面惭愧。他劝楚风，提醒楚风，的确是为楚风考虑，可是他此时才意识到他错了，他的考虑还是太简单了。他的善乃是愚善，甚至他本身没有那么善，只是为了通过考验才不顾后果，甚至忍气吞声地帮助所有人。可他现在反应过来，这考验根本没有那么简单，若真的按照他说的那样做，便绝对不会通过考验。唯有楚风这种拥有自己立场的人才有可能通过考验。幸亏楚风没有听他的，否则他可就要害死楚风了。很快第二轮考验开始，这一次楚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，只是这个世界漆黑一片，唯有楚风的前方有着一道阶梯，散发着一丝微弱的光芒。台阶是向上延伸的，但因散发光芒的台阶只有一小部分，所以后面的台阶到底延向了哪里，楚风也不太清楚。但楚风并未思考太多，因为这一轮考验的题目相对简单，是钱字。所谓钱，便是潜力的测试。对于这种测试，楚风也是轻车熟路。既然周围的世界皆是漆黑，唯有那台阶散发微弱光芒，那么那个台阶便是答案。楚风走向台阶，他的脚刚刚踏到上面，便感觉自己体内的血脉有了一丝微弱的反应。但与此同时，楚风脚下的台阶不仅光芒更为强了一点，且台阶亮起的部分也是增加了一些。此时楚风能够看到，台阶的确是向上延伸的，就像是天梯一样。如果说刚刚还只是猜测的话，那么现在楚风便已经确定，这台阶就是用来测试潜力的。楚风要做的很简单，只要沿着台阶攀登即可。当然，若想通过这轮考验，那就必须攀登到一定高度才行。楚风继续攀登，随着他走上的高度越来越高，这台阶也是越来越亮。渐渐的，原本漆黑的大地开始被照亮，就连虚空也是有了亮光，而楚风便是这光芒的中心点。它就好像是一轮逐渐升起的明日，只要它升得越高，这台阶散发的光芒就会越亮越广。楚风猜测，当他以台阶的光芒来让世界上的所有黑暗消失，那么他这一轮的考验应该就通过了。但随着楚风的攀登，楚风也是发现自己体内的血脉不仅反应越来越大，身体也开始承受无形的痛楚。他的耳边开始传来噪音，眼前的台阶也开始变得扭曲不定，视力、听力、身体都在受到影响。但最可怕的是，楚风的脑海之中也涌入了可怕的力量，那力量扰乱心智，使得楚风心神不宁。若是无法抗衡这种干扰，楚风不仅无法继续攀登，甚至跌落台阶，彻底失败。这让楚风知道，这台阶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它不仅仅会检验潜力，还会考验修武者的定力以及毅力。若只考潜力，楚风走上这台阶的顶端并不难，但若要考验定力以及毅力，哪怕是楚风也是接受了一项挑战。但是好在楚风的定力和毅力都是远胜于常人的，这与天赋无关，那毅力和定力是他所经历的磨难而磨练出来的。他意识到不对后，便减缓了前行的步伐，给予自己更多的时间来适应台阶带给他的痛楚以及对他心智的影响。本来楚风的前行速度很快，短短一炷香的时间就已经走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可是后面楚风越来越慢，甚至有的时候
一炷香的时间，楚风才向前踏出了一步。当足足36个时辰过去之后，楚风已是脸色惨白，气喘吁吁，可是他的目光却依旧坚定如初。至于脚下的台阶，已是光芒普照，如同明日一般，将整个世界都照亮开来。这个世界并没有很特殊，大地遍布普通的花海，就连天空也并不是特别的蓝。可是若对比楚风刚刚进入这个世界时的漆黑一片，那么此时的世界简直美到令人感到窒息。而此时的楚风更是站在台阶的最顶端，连茫茫白云都只能飘在他的脚下。毋庸置疑，楚风已经成功通过考验。第二轮潜力考验虽然并不容易，但楚风仍是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定力成功通过。第二轮通过之后，那神秘人并没有给予楚风休息的时间，他只是刚刚回到山洞之中，伴随那神秘人的声音响起，第三轮考验便随之开始。楚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，这个美轮美奂，虚空之上不仅星光璀璨，更是尽布满了流星雨。只是那流星雨并非是向下坠落，而是如同9天之上的精灵，围绕着楚风飞舞旋转。这一轮考验的是悟性，在美轮美奂的星图之中藏匿着武技，楚风必须在一炷香之内将其领悟，否则便会失败。但是这一轮并没有难住楚风，相对于第二轮的考验，这第三轮悟性的考验，楚风过得就轻松了不少。在一炷香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，楚风就领悟到了一个名为卧龙三式的武技，这乃是6段尊境武技，是这卧龙武宗开宗祖师所创。第4轮考验，楚风又进入了全新的世界。这一轮考验的智慧，其实楚风要做的很简单，找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方法，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即可。限期1年，1年的限期看起来实在太长了，可是实际上在这个世界，楚风的武力、精神力都被封锁，甚至界灵空间都被封锁，楚风都无法与蛋蛋以及雨莎沟通，只能依靠自己，就连身上的所有宝物都是丧失了作用。身处于这个世界的他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想要离开这里，只能利用这个世界的资源，需要找到离开的方法，需要找到离开的地点，然后需要找到最快的赶路工具，甚至还要避免和危险的生物碰面。在这里，楚风真切地感受到了普通人的弱小，这个世界不过是小型世界罢了。若楚风修为还在，莫说离开此处轻而易举，他甚至能在1日时间就游遍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。可当他变成一个普通人之后，莫说1日时间，可能100年之内都无法走遍这个世界。1年的时间之内，让这样的他离开这个世界，实在太难了。但楚风毕竟不是普通人，就算他的能力变成了普通人，可是他的阅历却让他变得不普通。当楚风适应普通人的身份，适应普通人的身体状态，哪怕需要每天吃饭睡觉才能得以生存，可楚风还是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锁定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地点，并且凭借对山川河流、大自然以及各种工具的运用，楚风大大提升了赶路速度，短短半年时间就来到了那离开这个世界的地点。通过考验之后，和之前一样，楚风先是回到了山洞之中。第5轮考验5开始，那神秘的声音再度响起，伴随着楚风周遭景象变换，再度进入新的世界。楚风知道这第5轮考验已是正式开始。等一下，楚风怎么回事啊？第4轮考验不是刚刚开始吗？怎么就直接变成第5轮考验了？可是这第5轮考验刚刚开始，蛋蛋却是十分不解地询问了起来。经过一番交谈，楚风也是明白了一切。刚刚的第4轮考验是楚风独自一人开始的考验。楚风在第4轮考验的世界内待了足足半年的多的时间，可实际上那是一个虚幻的世界，就连时间都是假的。楚风刚刚经历的半年，其实真正的世界只是过去了一瞬间而已。我的天啊！所以你一个人以凡人之躯经历了半年，当得知楚风的经历后，蛋蛋的第一反应乃是心疼。没事，我不都通过了吗？而且以凡人之躯面对世界也是很有趣的，毕竟我曾经也是一个凡人。楚风笑着说道，太可惜了，要是能和你一起经历就好了。快和我讲讲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，都详细说给本女王听听。蛋蛋又催促起来，似乎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楚风的经历，要求楚风详细的告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我的女王大人，你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，只是现在恐怕不行了。楚风注视远处，那里出现了要身影，正在向楚风靠近。那位的身上散发着6品至尊的气息，面容凶狠，来者不善。楚风知道这第5轮的考验已经正式开始。原来是这样的考验吗？那倒是有点意思。楚风让本女王会这个家伙。看着那来者不善的身影，蛋蛋兴奋不已，跃跃欲试。我的女王大人，你若想大展拳脚，可能要等到下一轮考验了。楚风说道。不，我不，本女王都快闷死了，这个家伙交给本女王来对付，快让本女王出去。本女王要活动筋骨。蛋蛋说道。我的女王大人，不是我想让你出去活动筋骨，而是我无法打开界灵大门。这里我虽然能与你们正常交流，但我依旧无法使用结界之术。楚风说道。竟然还能这样，真是无趣。那你小心一点，可不要大意。蛋蛋知道原因后，也没有与楚风计较，反而是对楚风提醒起来。我的女王大人，你就尽管放心吧，你还不了解，面对任何对手，我都不会大意。楚风此话说完，便一掌轰出，顿时武力涌动，化作滔天巨手，向那向自己飞掠而来的身影轰了过去。原本面露邪恶笑容、来者不善的身影，看到楚风出手之后，竟面露恐惧，二话不说转身就逃。只是他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，那武力手掌速度极快，转眼而至，如同人类拍死蚂蚁一般，轻松的就将那身影给拍成了粉碎。这么不堪一击，这考验不会这么简单吧？见楚风如此轻松就将那身影轰成了粉碎，蛋蛋则是有些意外，当然不会这么简单。楚风的目光没有丝毫松懈，而是转头看向了身后，因为此时在他的身后又出现了2道身影，这2道身影也皆是人族面孔，与刚刚那位长得不同。虽然都是6品至尊的修为，可是他们的气息
却明显强于刚刚那位，并且这两位的手中还都握着兵刃，那乃是半成尊兵。空间震荡，璀璨的武力如导涌的光华，自楚风掌心释放，化作滔天巨手，向那两位拍了过去。这是刚刚楚风抹杀第一道身影的手段，可面对楚风的攻势，那两位却是丝毫不惧。只见那两位手中的半成尊兵挥动，顿时两道月牙形的光刃冲天而起，竟硬生生的将楚风手中的武力巨手斩成了粉碎。尽管这两位的修为也都是6品至尊，但他们的实力却远胜于刚刚那位。楚风不想浪费时间，额头之上雷纹涌动，其修为瞬息从6品至尊提升到了7品至尊的地步。紧接着再度一掌轰出，这一次那两位同样挥动兵刃，释放光刃来与楚风的武力巨手对抗。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攻击根本无法与那武力巨手抗衡，就如同刚刚那位一般，被楚风的武力巨手轻松的拍成了粉碎。他们的战力没有变化，依旧强横，只是面对提升1品修为的楚风，他们却变得脆弱不堪。这就是境界不可跨越的差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，只是将这两位击败之后，楚风却依旧高兴不起来。他再度回头，在第一道身影出现的方向，又有3道身影出现，这是3个身穿银色铠甲的男子，他们也同样是6品至尊。只是当楚风看到他们那一刻，他们额头之上便有雷霆涌动，紧接着他们3人的修为全部达到了7品至尊。来吧，我就不信在我楚风最擅长的领域还会无法通关不成。然而看到这层出不穷，不知何时才会停止的身影，楚风并没有丝毫恐惧，反而身形一纵，近身攻了过去。阵阵轰鸣不断炸响，武力涟漪如同滔天巨浪，在天地之间蔓延，大地都被摧残的深不见底，天空上的云层早就被冲击不见，就连整个虚空都经历了数次碎裂与重生。伴随楚风进入这个世界，已经过去了足足半个时辰。此时的楚风已是将雷纹、雷霆铠甲以及4项神体等手段尽数使出，他的修为也从6品至尊提升到了9品至尊的地步，并且在他的手中还握着太古英雄剑这种级别的兵刃。只是面对那将其团团围住的18道身影，楚风却依旧无法将他们战胜。这18道身影虽然面容各不相同，可他们却皆是身穿金色铠甲，且身上还散发着金色的气焰。他们不仅与楚风一样，修为都达到了9品至尊的地步，手中都有尊兵的武器。最主要的是，这18道身影可以联合布置剑阵，而眼下楚风正是被困在了这剑阵之中，没办法了。忽然，楚风将手中的太古英雄剑猛然抬起，紧接着他的眼中有耀眼的雷霆涌动。猛然间，虚空之上雷霆炸响，在楚风的头顶之上有漫天的雷霆涌现，异象乃是楚风所引发的异象。漫天的雷霆瞬息扩散，如亿万雷霆巨兽遮天蔽日，欲要将这世界吞噬而尽。与此同时，楚风的身上以及太古英雄剑之上也都出现了那恐怖的雷霆。看到这一幕，就连那18道身影也是面露恐惧，他们都从那雷霆中感受到了致命的气息。一斩天雷线，画罢，楚风手中的太古英雄剑猛然挥下，紧接着身上的雷霆全部涌入英雄剑之中，并且顺着挥砍而下的长剑释放而出。雷霆凶猛且速度极快，尽管那18道金甲身影还想反抗，可在这雷霆的面前却是毫无反抗之力。在雷霆咆哮之间，那18道身影很快便飞灰烟灭。毕竟这一招乃是楚风最强的手段，天雷9重斩的第一斩。可哪怕这第一斩却也具备着逆战1品的战力，就算同为9品至尊，可楚风这一招却也能够轻易将对方击杀。这已不是战力压制这么简单，而是足足超越了1品的战力。结束了吗？淡淡凝声问道，声音之中竟然有着几分担忧。还不清楚。不只是淡淡，就连楚风也是紧张地打量着周围。天雷9重斩已是楚风目前最强的手段，若是接下来还有更强的存在登场，楚风也不知该如何应对。可是很快，周遭空间一阵变化，楚风便回到了那个山洞之中，居然掌握了天雷9重斩。你这小子有点意思，想不到，也就难怪旁人难以通过的考验，对你来说如此轻松了。6品至尊的修为能够达到这个地步，本尊也开始对你刮目相看了。那神秘的声音再度响起，而楚风也是松了一口气，他此时已经确定，那第5轮的考验他也是通过了。这考验看起来楚风的确通关的很是轻松，毕竟楚风都未曾受伤，可是楚风自己却也是非常的后怕。在那个世界中，挑战楚风的身影从第1个一直变成了18个，楚风并不清楚会不会有第19个以及第20个身影出现。若是如此循环，楚风有再大的本领也是无法通关。好在终究还是停止了。前辈，您认得这天雷9重斩？但通关之后，楚风也忍不住询问起来，因为这天雷9重斩，楚风乃是在当初与楚氏天族攀登天雷台的时候所领悟，而除了楚风之外，少有人知道天雷9重斩的事。对于这手段，只要楚风施展，无论成功与否，众人都是震惊不已，并且并不了解。可这位神秘存在竟然知道天雷9重斩，这让楚风意识到，这位神秘存在绝对是真实存在的生命体，而并非是被设定好的阵法意识，否则他不会具有如此清晰的判断力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轮考验了，若是这一轮考验你能通过，你将是卧龙5宗剑宗以来第1个通过这卧龙选拔阵的弟子。然而那神秘声音并未理会楚风，当他声音落下之后，楚风周遭的一切再度变化，他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之中。这第6轮考验对于结界的考验已是正式开始。楚风虽然刚刚使用了天雷9重斩，但是刚刚那个考验的世界乃是虚幻的，哪怕在里面受伤也是立刻恢复，所以眼下的楚风倒是没有任何负担，他能够以最佳状态接受这第6轮，也就是结界的考验。楚风，这回本女王可以出来了吧？快让本女王出来保护你！淡淡兴奋地说道。
我的女王大人，先让我观察一下。楚风并没有立刻让蛋蛋出来，因为楚风发现这个世界看上去是如此的危险，他已经经过了无论考验，每一轮考验都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可若要说凶险，眼前这个世界绝对是最为凶险的一个。这个世界天空阴沉沉的，脚下位于悬崖之上，而悬崖下方乃是奔腾的岩浆。正常的岩浆无法伤到楚风分毫，可此地的岩浆却极其凶险。楚风莫说坠入其中，哪怕只要被一滴溅到，那也足以在楚风的身上留下可怕的伤势。身为界灵师的楚风能够感受到此处有多凶险。楚风并不想让蛋蛋与他一同置身于眼前的凶险之中。楚风，你这混蛋，你在墨迹什么呢？快让本女王出去！楚风察觉到了凶险，蛋蛋又岂会察觉不到？他嘴上说着是要出去活动一下筋骨，实际上就是害怕楚风遇到凶险，想出去保护楚风。好，我的女王大人，这就打开。楚风无奈之下只得打开界灵大门，而蛋蛋就像是害怕楚风反悔一样，立刻从界灵大门之内走了出来。而就在蛋蛋刚刚从界灵大门内走出，楚风脚下的大地开始剧烈的颤动，原来是那悬崖下方的岩浆开始快速的升起。一眼望去，除了楚风脚下的悬崖之外，四面八方皆是被那恐怖的岩浆所覆盖。楚风分明就是被四周的岩浆海洋所封锁住了。眼见情况不对，蛋蛋则是轻哼一声，紧接着磅礴的黑色气焰开始自其体内释放而出，随后那黑色气焰向四周的岩浆压迫而去。蛋蛋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阻止那岩浆的上升，可是没用，那岩浆的力量太强，竟然连蛋蛋也是无法阻挡。眼见情况不对，雨莎也是从界灵大门内走了出来，她也释放出她的力量，帮助蛋蛋一同阻挡那升起的岩浆海洋。可是哪怕雨莎帮忙，却也依旧无法阻挡那凶猛的岩浆。难道答案在天上？楚风抬头望向了虚空，这悬崖显然无法长久逗留，迟早会被那岩浆海洋所吞没。这个时候，楚风若想安然，只能御空而起，可一味的逃脱绝对不是办法。他想摆脱此处困境，必须找到办法才行。毕竟与修武者不同的是，界灵师更擅长的并非战斗，而是破阵，所以楚风觉得这里对他的考验必然也是与破阵有关。可就在楚风抬头观望之际，虚空之上出现了一道红色的闪电，一道出现之后，紧接着第二道也开始出现，一道接着一道，连绵不断。很快虚空之上遍布了红色的闪电，雷鸣阵阵，红色的闪电已是覆盖了整个虚空。那闪电为血红色之色，与下方的岩浆海洋虽有区别，但看起来却更为恐怖，并且那血红色的闪电散发着丝毫不弱于岩浆的恐怖力量。眼下血红色的闪电正在缓缓下落，并且下落的速度比岩浆上升的速度还要恐怖。如果说之前虚空还是逃脱的地方，那么眼下楚风已是无处可逃。伴随恐怖的咆哮响起，蛋蛋体内的黑色气焰再度释放而出，在抵挡岩浆的同时，蛋蛋的黑色气焰也是冲向虚空，去抵挡虚空之上正在下沉的血色雷霆。蛋蛋，你快停手，不要浪费力气。楚风知道蛋蛋这样做无济于事，但负担必然不小，便开口劝阻：笨蛋，不要废话了，快想办法找到逃脱的方法。至于时间，本女王来替你拖延。话罢，蛋蛋黑裙上的羽毛疯狂摆动，长发也是疯狂飞舞，身上的黑色气焰变得更为汹涌，仿佛无穷无尽般自其体内释放而出。最重要的是，淡淡的黑色气焰就像是产生了质变一般，变得更为强大。而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升起的岩浆，还是下沉的血色雷电，它们的速度竟然都开始减缓。蛋蛋，你……楚风看向蛋蛋，发现蛋蛋绝美的小脸之上也是布满了吃力之色。这个丫头紧咬牙关，连眼睛都是紧紧的闭着。她正在用她最强的手段来为楚风争取时间。虽然不知道蛋蛋这样做到底会有怎样的后果，但是楚风知道，那后果必然会付出极大的代价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也不再矫情，而是聚精会神，以天眼观察周围，想要找出破绽。他不能浪费蛋蛋为他争取的时间，竟然如此隐秘。一番观察之后，楚风又喜又惊，他总算找到了破解之法。就在悬崖之上，有着一道结界门，若是能够顺利进入结界门，必然可以躲过此劫。只是这结界门不仅仅是隐藏状态，它的周围还布满了结界陷阱。想要让它现身，不仅要破开隐藏阵法，还要避开结界陷阱，不可有半点失误。因为这结界陷阱的威力比那下方的岩浆以及上方的血雷还要恐怖，只要触发，必死无疑。虽然这是一项可怕的挑战，但楚风却别无选择。他先是拿出天师浮尘，想要借助天师浮尘的力量来帮助自己，可却发现天师浮尘的力量就像是被封锁了一样，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此时的天师浮尘根本不像是一个宝物，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浮尘，不能为楚风提供一丝帮助。这不是天师浮尘正常的样子。天师浮尘平日里就算不会给予楚风逆天的帮助，但也起码会让楚风的结界之力提升，从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点帮助都不给予楚风。但楚风却来不及思考这些，他从乾坤袋内取出了3块召唤星玉，并且直接使用了其中一块召唤星玉。本是楚风从公孙云天那里所得，楚风亲眼见公孙云天使用过召唤星玉的力量。正常来说，召唤星玉比天师浮尘还要靠谱。天师浮尘虽强，但却并不稳定，他有着自己的想法。当他不愿意帮自己的时候，能给予楚风的帮助也是极小。可这召唤星玉却是固定的，并且似乎数量越多，力量越大。楚风已经将3块全部拿出，先使用1块，只是想试一下，若是力量不足，他会使用剩下的2块。可是使用之后，楚风却发现召唤星玉并没有给予自己任何帮助。此时，楚风意识到天师浮尘没有任何效果，并非是他在耍性子，而是这个世界的原因。这个世界封印了所有外来力量的帮助，不仅仅是天师浮尘，召唤星玉也同样如此。
楚风若没猜错，就算楚风拿出再厉害的宝物，也同样没用。不是那些宝物不行，而是这个世界太厉害，这大阵的布置者太厉害，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当楚风意识到助力器物全都无法使用之后，便咬了咬牙，开始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破解阵法。结界之力如千军万马，被楚风所用。楚风更是聚精会神，不敢有半点马虎。虽然没有天师拂尘，也无法使用召唤星域，只能依靠自己。可是楚风凭借对结界之术如火纯情般的掌控力，最终还是避开了所有结界陷阱，破开了隐藏结界，使得那可以逃脱的结界门浮现而出。蛋蛋、雨莎，你们都回来！成功之后，楚风高声说道：“就知道你可以。”眼见着一道巨大黑色结界门落在了悬崖之上，蛋蛋虽然脸色惨白，但在他的小脸之上还是露出了兴奋的笑容。那不是能够逃过一劫的喜悦，而是单纯为楚风感到高兴的情绪。眼见着楚风成功，蛋蛋和雨莎也都不再犹豫，纷纷进入了界灵空间之中。而楚风也是脚步一踏，直接踏入了那结界门之内。只是刚刚踏入结界门，楚风却有些后悔了。此一时，他竟然不知道踏入这结界门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决定，因为楚风并未脱困，反而坠入了一个无尽的深渊之中。这最后一轮考验并没有楚风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楚风进入结界门后，并未得困，而是进入了漆黑一片的世界。说是世界，是因为它太大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地面，就像是一个深渊。楚风身于此处，他的身体无法自控，就好像失去了自主能力一样。楚风抬头观望，那个结界门还在，而自己的身体却在不断下落，向那漆黑无比、深不见底的深渊最深处坠落而去。这种感觉很是不好，那感觉就像是自己正在向死亡靠近，可他自己却无能为力一样。楚风，咋回事？蛋蛋也是察觉不对，对楚风发出询问。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，应该是考验还未结束，你们别急，我来仔细观察一下，只要是在结界之术的范畴之内，就必能寻得解决之法。楚风张开天眼，向四周观察，但映入眼中的只有漆黑一片，他竟看不到任何不对的地方。于是他干脆闭上眼睛，释放出精神力，以最纯粹的感应方式来感应此地的情况。蛋蛋莫急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深渊深处应该有着一道结界门，只要从那结界门出去，我们就可以离开了。楚风说道。原来这样，吓死我了，搞得这么吓人，还以为是落入了陷阱呢。听得楚风这样一说，蛋蛋也是松了一口气。但还有一些东西仍很重要，但我还没有领悟到，给我一些时间，很快就能领悟到。楚风说道。那你快别说话了，专心领悟，事关生死，不可大意啊。蛋蛋提醒道。可就在此时，下方突然传来了阵阵声音，那声音就像是野兽怒吼，又似怨灵哀嚎，十分恐怖，正自下方冲击而来，越靠越近。什么声音？难道这里面有妖物？蛋蛋与楚风共享视听，他也在努力分析着。楚风，还能不能打开界灵大门，让我出去？分析无果后，蛋蛋说道。他不想让楚风独自一个人身处在险境之中。不行，打不开。不过不要紧张，那似乎不是妖物，而是风。楚风说道。风？这里为什么会有风？蛋蛋有些不解。而很快，那咆哮越来越近，衣衫狂舞，越来越强。果然是风自深渊深处袭来。本来蛋蛋还不知道这里出现风是何用意。当楚风下沉的身躯停滞不前，且伴随风力越来越强，楚风的身躯开始在风力的推动下向上升去之后，他终于知道这风的作用了。继续下去，楚风将会从入口回到外面的悬崖，这风就是要将楚风从这个深渊推出去，让他回到悬崖之上。可算一算时间，现在那悬崖早已经被岩浆和血雷吞噬，楚风如果现在回去，那就是必死无疑。楚风，蛋蛋意识到情况极其凶险，但却并没有打扰楚风。他察觉到楚风正在全力领悟那他还没有参透的东西，说不定领悟到了，他就能够保命。这个时候，尽管他很担心楚风，但他也知道绝对不能影响楚风，哪怕再担心，也只能在心中默默的承受。可是楚风那紧张的情绪却涌现在了小脸之上，就连小手而已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小裙子，连裙子都快被他硬生生地抓坏了。蛋蛋姑娘，楚风定有应对方法，你不要太过担心，还是先调养伤势。雨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蛋蛋说道，虽是暗中传音，但话语之中却也充满了担心之意，因为他发现此时蛋蛋脸色越发苍白，气息也是越发虚弱，继续下去蛋蛋会非常危险。我没事，不要对楚风说。蛋蛋不仅同样以暗中传音回应，还伸出手指放于嘴前，做出了一个虚的动作，示意雨莎不要乱说话。见蛋蛋如此，雨莎也不再多言，只是看着蛋蛋如此模样，她的眼中竟忽然涌现出了一抹惭愧。她也担心楚风，但却远不及蛋蛋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楚风被风力推动上升，再度紧闭双眼之时，眼中尽是惶恐不安。可此时他依旧被风推动上升，且距离那进入此处的结界门已是越来越近。可楚风再度睁开双眼，眼中却是充满了自信，他已寻得了破解之法。忽然之间，楚风体内释放出了磅礴的气焰。当这气焰释放出之后，楚风光芒璀璨，连这漆黑一片的世界都被照耀得明亮了许多。神圣的光华自楚风体内释放，若是被常人看到，必然以为楚风是天神降临。那似是结界，又非结界，那是楚风的血脉之力。他的结界血脉一出，那缠绕楚风的风力不仅立刻退散，楚风下落的速度更是变得极快。此时下落的速度胜过刚进入此处时的数千倍都不止。虽然这深渊深不见底，可以这样的速度下落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楚风就会抵达深渊底部，通过传送门离开此处。正是通过这轮考验，楚风，你快看看，蛋蛋姑娘她情况很糟。可就在此时，雨莎的声音却在楚风耳边响起。楚风原本专心释放血脉之力，并没有注意界灵空间情况，可听闻此话，
楚风二话不说，直接将意识投射到了界灵空间之内。而这一看不要紧，楚风发现此时的蛋蛋非常虚弱，正倒卧在雨莎的怀中。蛋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见到蛋蛋如此，楚风紧张万分，赶忙走到蛋蛋近前，为蛋蛋诊断伤势。笨蛋，你进来这里做什么呀？快回到本体，专心释放血脉，快点离开此地。蛋蛋有些生气的对楚风劝道：“是，刚刚抵挡那岩浆和血雷，才这个样子的吗？”但楚风根本不听劝，反而是一脸心疼的看着蛋蛋。他很惭愧，他觉得蛋蛋是因为刚刚抵挡岩浆和血雷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笨蛋，与先前无关，是修罗神魔石。蛋蛋说道。修罗神魔石，楚风自然知道修罗神魔石，但一时之间却不再究竟为何。你先回到本体，我再告诉你具体经过。蛋蛋说道。可是楚风却是有些迟疑，并未起身离开。快回去，专心释放血脉，别惹本女王生气好吗？蛋蛋咬牙切齿，很是愤怒地对楚风吼了起来，甚至还伸出小手去推楚风离开。只是他太弱虚弱，小手落到楚风身上，不仅无法推动楚风，反而是他用力之后，使得他更加虚弱了，这让楚风更加心疼。好，你别动气，我这就回去。但是怎么回事？你要告知我。雨莎，你照顾好蛋蛋。楚风虽然很是担心蛋蛋，但也知道蛋蛋的情况他无能力为，于是只能回到本体，继续释放血脉之力，加快下落速度。但这一次，楚风无法做到全力释放，因为他实在太担心蛋蛋了，所以开始分神为之，一部分精神力释放血脉，一部分观察着界灵空间。蛋蛋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因为那修罗神魔石未能彻底炼化，遭到了反噬吗？楚风问道。他思考了一下，若真与修罗神魔石有关，反噬的可能性最大。是，我必须将其彻底炼化，否则反噬会越来越严重。不过没事，现在影响还不大，只要我继续修炼即可。另外，这一次闭关时间不会太久，所以你不要担心我。进入卧龙武宗，你可要管管你的脾气，救出紫菱是最主要的。虽然本女王将要再度闭关，但你经历的，本女王都看得到，你重情重义，本女王并不反对。但有时候也要分情况，无论何时，你都要自保为先。你要知道，你还没有救出你的母亲，还没有找到你的爷爷，你们一家还没有团圆呢。所以你这家伙可要给我听话一点，不然休怪本女王出关后找你算账。蛋蛋此时已经没有了丝毫怒意，反而这番话是带着笑意说道。可是他明明已经虚弱到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蛋蛋，你要立刻闭关，继续炼化修罗神魔石了吗？楚风问道。是，再不抓紧炼化，可就真的要麻烦了。蛋蛋说道。那你快抓紧闭关，不要担心我，我可以处理好一切。这一次一定要彻底炼化再出关，我会以最好的状态等你出关。楚风催促道。行，那我就闭关了。蛋蛋依旧面带笑意，可他的情况显然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，连盘膝坐起都要靠雨莎搀扶。雨莎妹妹，楚风那家伙倔强的很，你这丫头话也少，但是该劝的时候可不要嘴下留情，有时候不能任由他的性子来。还有就是，虽然这个家伙经历了不少磨难，可终究是个男子，你要照顾好这个家伙，这也是我们界灵的本分。蛋蛋对雨莎嘱咐道。她依旧是少女模样，明明看起来她的年龄更小，也更稚嫩，可偏偏却是姐姐的模样。对雨莎语重心长。女王姑娘，你放心。雨莎说道。好了，别叫我女王姑娘了，怪别扭的，不愿叫我姐姐，你就与楚风那家伙一样，叫我蛋蛋吧，这样亲切一点。蛋蛋说道。蛋蛋，雨莎迟疑了一下，但还是脱口而出。姐姐，这才怪，楚风那家伙就交给你了。见雨莎真的叫自己姐姐，蛋蛋满意一笑，随后便闭上了眼睛。他已是开始了闭关修炼，可是蛋蛋刚刚进入修炼状态，他的嘴角便有大量鲜血流出，脸色也是惨白的吓人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将死之人。雨莎怎么会这样？楚风虽在释放血脉之力，但却一直观察蛋蛋的情况，见此情况自然十分担心，于是再度将意识投射到了界灵空间之中。他进入界灵空间，能够确定蛋蛋此时的确是在闭关，可为何闭关之后反而更加虚弱，并且愈演愈烈？楚风实在不得而知。他的确是修罗神魔石反噬才会这样，但是反噬的后果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。修罗神魔石在修罗灵界的确极为稀少且珍贵，但却也是极为可怕的存在，乃是少有人能够驾驭的修炼之物。我可以这样与你说，修炼途中强行退出，无异于是找死。他能成功退出而没有死已经是奇迹了，更何况他强行退出修炼状态后又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，没有回去修炼。雨莎对楚风说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只感觉心脏像是被扎了一刀，那种心疼的感觉可远比身体上的疼痛要难以承受得多。楚风又不傻，又岂会听不懂雨莎的话？蛋蛋不可能不知道强行脱离修炼状态的后果，他是为了帮助楚风才这样做的。其实我暗中劝过他，但他却不予理会，并且还不让我告诉你他此时的状况有多危险。他这些日子看上去并无异样，但是在他那笑容背后一直在强忍反噬之痛，若不是始终要对抗反噬之痛，他的实力应该更强。刚刚阻挡岩浆才是他真正的力量，可正因释放了真正的力量，也使得反噬的力量彻底将他吞噬。若非到了必须修炼的地步，想必他还是会继续留下来，而不是急着继续修炼。还有就是他停止修炼的日子，修罗神魔石的力量仍在释放，但却不会为他所用，而是白白浪费掉了。雨莎终于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，可是他并不知道，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尖刀插入了楚风的内心。楚风疼的身体都在颤抖，鼻子也是阵阵的发酸。直至此时，楚风才知道蛋蛋此次强行出关究竟承担了怎样的代价，无论自己的健康还是增强的力量，为了保护你，他都可以不要。楚风，我以前还想不通，为何一直界灵
能让你如此的在乎他。但我现在知道了，原来他对你的在乎比你更甚。雨莎看着楚风说道：“我能帮他什么吗？”楚风对雨莎问道。他已经认真观察过，可却找不到自己可以施展的方向，所以才询问雨莎。毕竟雨莎是修罗界灵，他对于那修罗神魔石以及蛋蛋的情况都比他更为了解。我们都帮不到他，只能看他自己了。不过蛋蛋他很强，他应该可以应付。雨莎说道。听闻此话，楚风又满眼心疼地看了一眼蛋蛋，随后便将意识投射了本体。既然没办法帮到蛋蛋，他就不能辜负蛋蛋对他的帮助，避免日常梦多。他需要尽快通过这场考验。楚风再度全力释放血脉之力，他的下落速度也是再度加快。如此血脉继续考验已无意义。可楚风刚刚施展全力之际，那神秘的声音便在耳边响起。紧接着，楚风周围一阵变幻，楚风已是回到了山洞之内。楚风知道，不是他通过了考验，而是那神秘存在知道楚风必然可以通过考验，所以提前结束了考验，能够随意操控考验，再度验证了这神秘存在是真正的生命体，而并非是阵法意识。前辈、晚辈算是通过了考验吗？虽然回到山洞那一刻，心中便已有猜测，可为了心中安稳，楚风仍是询问起来。6阵皆破，自然是通过了考验，这是你的奖励。神秘存在话音刚落，楚风身前打开了一道结界门，结界门内飘出一物，是一件内甲。这内甲极美，材质特殊，如水晶打造而成，晶莹透彻。可偏偏此物并非透明，相反其中还闪烁着无数道微光。可若仔细观看，那微光近似星光，而内甲如浩瀚星空，其中蕴藏亿万星辰。最主要的是，这内甲散发着太古时期的气息，无论是气息，还是材质，亦或是其中蕴藏的阵法力量，皆是非同凡响，乃是至宝中的至宝，太古之物。看到此甲，楚风内心震撼，他能够感受得到此甲蕴藏着怎样的力量。此乃卧龙魂甲，太古时期之物。此甲虽不能让修武者短期修为暴涨，可却能使得根基、悟性、天赋多方面进行提升。若能将此甲养至大成，哪怕天赋平庸之辈，亦可化凡为龙；若是天赋卓越之辈，更是如虎添翼。原本这卧龙魂甲是通过卧龙选拔阵的众弟子中最卓越者才可得，只是奈何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通过卧龙选拔阵的弟子，所以本尊便直接将这卧龙魂甲交给你，你可莫要让本尊失望。神秘存在说道。多谢前辈厚爱，只是前辈，这卧龙魂甲的形态可否进行调整？楚风问道。为何这样问？神秘存在反问道。因为这卧龙魂甲看上去像是女孩子穿的，而且晚辈观察过，好像以结界之术无法修改。楚风说的并非瞎话，这卧龙魂甲虽是至宝中的至宝，可它的形态的确是女儿家的贴身衣物，并不适合男人来穿。这件魂甲的确是姑娘穿的，不过外形虽无法改变，可大小可以自由调整，你就别介意这么多了。反正是内甲，外人又看不到。那神秘存在说道。原来如此。楚风的额头上不由露出了一些黑线，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女孩子家的东西她来穿，总觉得怪怪的。别人看不到还好，若真被看到，还以为她是一个变态呢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难道你还嫌弃不成？若是嫌弃，本尊可以将其收回。神秘存在说道。不嫌弃。听闻此话，楚风赶忙将那漂浮在半空的卧龙魂甲抓到手中，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脱掉外衫，将那卧龙魂甲套在了自己的身上。你疯了？怎么现在就穿？只是见楚风做出此举，那神秘存在的声音却变得十分惊讶。前辈，有何不妥吗？楚风听出了其话语中的端倪，可还不待那神秘存在回答，楚风便面露痛苦。那卧龙魂甲释放力量，融入楚风灵魂深处，进入丹田之中。此时楚风只感觉头昏眼花，疼痛难忍，不过眨眼之间就昏死了过去。过了好一会，楚风才苏醒过来。苏醒之时，楚风还在山洞之中，他的身上也不再有疼痛之感。可楚风刚刚苏醒，便大惊失色，他已是察觉不对，我这修为……楚风惊愕地发现，他已修为倒退。原本6品至尊的他，此时只有1品至尊，是这卧龙魂甲做的，这是3魂7魄。楚风观察卧龙魂甲，发现卧龙魂甲不仅影响其修为，更是锁住了楚风的3魂7魄。你这小子太着急了，浪费了大好机会。就在此时，那神秘存在的声音再度响起：前辈，这卧龙魂甲为何会吞噬晚辈修为？是晚辈做错了什么吗？还请前辈指点。楚风询问道。你的确做错了，卧龙魂甲虽无法短时间内让你修为暴涨，可也是可以让你修为提升的。卧龙魂甲并非寻常宝物，想要将其融合非常不易，而这第一步骤就是要养甲，只有将其养成，才可进入融合期。而所谓养甲，就是让其与你3魂7魄相连，再一一解锁。解锁前期只是让你恢复修为，但解锁后期可让你修为增进，哪怕是你到了半神境，也同样会有这个效果。可是你倒好，居然在至尊境就开始了养家。按照你这个修为，就算养甲成功，修为得以增进，也只是踏入5尊境而已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若是你的修为是6品半神，再进行养甲，那么你养甲成功之后，只是卧龙魂甲的力量就可以让你踏入真神境。你现在就开始养甲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？如此宝物就这样被你浪费了，这若是让浩瀚修武界那些老家伙知道，恨不得劈死了你，真是暴殄天物。神秘存在说道。前辈，您怎么不早说啊？听到神秘存在这番话，楚风的脸色都青了，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。能够在半神境连续增进修为，且此可踏入真神境的宝物，竟被他这样浪费，他自然悔恨不已。但他此时更悔的是，他进入卧龙5宗为的是解救紫菱，现在倒好，还没进入卧龙5宗，
修为就已倒退。虽然按照这神秘存在所说，只要他能解开三魂七魄，不仅修为可以恢复，还会有所增进，但如今这卧龙魂甲就在楚风身上，想要解开有多难？楚风心中也是有了一些分寸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。你这小子，你是在怪本尊吗？神秘存在反问道。晚辈不敢怪前辈，只是不瞒前辈，晚辈进卧龙武宗乃是为了救人，如今晚辈修为被锁，想要救人，未免天难了。楚风如实说出了自己的苦衷。你想救的是那个叫做紫菱的丫头吧？那神秘存在说道。前辈，您知道紫菱？楚风有些意外，其实意外的不是这位神秘存在认识紫菱，而是这个神秘存在知道楚风是为救紫菱而来。这卧龙武宗就没有本尊不知晓的事。神秘存在说道。那您可知道紫菱她现在何处？她可安好？楚风问道。你放心吧，紫菱只是被关押了起来，身体并无大碍，最多是孤独了一些罢了。你若想将她救出来，有着大把的时间。你进入卧龙武宗，什么都无需做，只需慢慢解开这卧龙魂甲即可。只要解开卧龙魂甲，你便可救出那紫菱。神秘存在说道。前辈，您此话是为何意？楚风好奇地询问道。因为若是按照这神秘存在所言，楚风的卧龙魂甲似乎与关押紫菱的地方有关。你听本尊的，绝对不会有错。另外，你知三魂七魄被锁，修为倒退，不仅修为倒退，就连你的各方面能力也都会短时间倒退，需要解开命魂才能恢复。以你现在的修为，还有各方面能力，进入卧龙武宗，说是通过卧龙选拔阵进入的，也根本没人会信，反而会被抹除记忆驱赶而出。神秘存在说道。前辈，您不能为晚辈作证吗？楚风问道。本尊不方便现身，无法为你作证。神秘存在说道。前辈，您不能坐视不理，您要帮帮晚辈啊！楚风有些要慌了，费了这么大力气，就是为了进入卧龙武宗。倘若这样刚刚进去，又被赶了出来，那不是竹篮子打水，一场空。别慌，再过3日，刚好是卧龙武宗每年一度长老去招收弟子的日子，你在此再等3日。3日之后，本尊可以出手帮你修改其中一位长老的记忆，让他以为你是他找回来的弟子，以此为你引路。这样一来，你的身份就可以解决。神秘存在说道。多谢前辈。楚风施礼拜谢。楚风也没有办法，只得按照这位前辈所说，在这山洞内等待3日。本来楚风还想与山洞内的前辈多聊聊天，多了解一些关于卧龙武宗的事，也想着能不能从这位前辈口中得知杨甲的关键所在。可谁曾想，后面那位前辈根本就不说话了。最无奈的是，楚风还发现，不仅自己的修为被锁，就连自己的结界之术也是被锁。楚风的结界之术明明已经达到了龙变3重，此时却只能施展出龙变1重的力量。最令楚风无奈的是，居然连界灵大门也被封住了。其实楚风现在最强的手段，并非自身的实力，而是蛋蛋和雨莎这2位超强的界灵。蛋蛋虽然闭关了，可是好歹还有雨莎在。但现在雨莎不仅无法释放而出，楚风也是无法和雨莎的力量相融。在无法借助雨莎力量的情况下，楚风就真的只能依靠自己了。楚风尝试询问过那位前辈，需要杨甲到什么程度才能够开启界灵大门，但那位前辈就像消失了一样，没有给楚风任何回答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楚风只能依靠自己。他开始钻研该如何养甲。很快楚风便发现养甲是有顺序的，若是顺序不对，也是不成。修武者有三魂七魄，肉身不过是装魂的容器而已。对于修炼到一定境界的修武者而言，肉身可以碎裂，但只要灵魂无损，肉身可以随时修复凝聚。而灵魂又分三魂七魄，所谓三魂七魄中的三魂，分别是命魂、的魂、天魂，而七魄则是一魄天冲，二魄灵慧，三魄为气，四魄为力，五魄中枢，六魄为精，七魄为阴。三魂七魄损伤其一，都会对灵魂造成极大的损伤。若是三魂七魄俱灭，那灵魂也将彻底散去，人也将彻底死去，天王老子也是难以救治。按理来说，三魂七魄人人皆有，这与修为本身无关。可是偏偏这卧龙魂甲不仅锁住了楚风的三魂七魄，还链接了楚风的丹田修为以及精神力。总之，这卧龙魂甲几乎与楚风的所有命门相连。这种相连不是简单的相连，就像是在楚风身上布置了重重阵法，只要楚风能够破开阵法，阵法就会依仗楚风身上的种种带来好处。带给楚风的好处就是修为恢复，到了后面修为甚至还会提升。可是带给三魂七魄的好处可就更甚，也就是说，楚风解开三魂七魄的封锁，对于卧龙魂甲本身具有更大的好处。正因如此，才有了养甲之说。也正因如此，这所谓养甲才需要顺序。根据楚风的观察，养甲的顺序分别如下：命魂、一魄、二魄、三魄、的魂、四魄、五魄、六魄、七魄、天魂。按照这个顺序，养甲破阵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。不过，经过足足3日时间的观察，楚风不仅发现了养甲破阵的顺序，也是寻得了破解那锁住命魂的方法。不过这命魂虽是最好破解的，但其实命魂乃是灵魂之根本，所以楚风破解它也是需要小心翼翼，否则一不小心便会伤了元气。但3日过后，最令楚风欣喜的，并非是自己发现了养甲的一些方法，最主要的是原本极为虚弱的蛋蛋身体状况开始好转，这让楚风那悬着的心落下了不少。毕竟他最关心的乃是蛋蛋的安危，又何况蛋蛋的安危，楚风无法帮忙，只能靠他自己。